前男友在国外毕业后认识，当时一起刷题找工作。大家还有3分钟，记着抢券啊！因为不稳定，也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在一起。在一起半年后，因为工作原因，他选择回到家乡，我们开始了异地。刚分开时正值过年期间，我非常没有安全感。时差原因，他又很久没有陪伴家人，导致我觉得我们沟通很少。我希望我们能24小时的挂着电话，因为我也在工作，其实不太可能。希望至少3个小时吧。这谁呀？什么？这什么东西啊？谁呀？什么礼物这是个？谁呀？谢谢啊，星辰。哎呦我天呐，现在这给我这个上面刷礼物这几个人名字也太浪漫了。追逐繁星的旅人，星辰，橘子啊，感谢各位。不是你啥呀？你希望跟人家谈恋爱，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在打电话，是吗，姐妹儿？这对吗？因为未来除了结婚没有机会在一起，彼此还是决定先谈异国恋试试看。一口，谢谢。就这样，我们坚持了1年，见了3次面，他找我2次，我找他1次，都是快20个小时的旅程。上次见面还非常不顺利，但在分开之前，我打他的手机，发现11月份，也就是3个月前，我生日期间，他约了女生见面，同时还有2个正在接触的女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感觉。行了，这不就已经分了吗？后面是啥呀？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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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又一次拿起了他的手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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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天我们就要分开，我忍不住，我问他到底怎么想的，他只是一直掉眼泪说对不起。行了，怎么了？又放不下是吗？还放不下是吗？结论是啥呀？想问我啥呀？哦，不是，哎呀，这男的真行啊！我天，哇！今天他突然发邮件，就中间人就分开了一段时间啊，这肯定是分开了。然后今天他突然发邮件问我有没有收到旅游时我们拍的视频，他发给我了。这不有病啊！你骂他呗，喷他，疯了这人，脑子有问题啊！我整个人被狠狠的影响了。你影响他呀，你干他呀！做噩梦，胡思乱想，工作请假，脑子里一直就去想，去找他，伤害我的证据来让自己清醒，我还能怎么办？怎么这后面干啥呀？咋的了？这一个视频，什么意思啊？甜蜜的回忆给你勾干啥呀？这什么呀？我的天哪！这后面这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什么？全部都是他的影子，什么玩意儿的？一个人在国外什么不容易，情感寄托，苦闷的我心里很难受，又觉得没办法了，这个人得消失，又觉得后悔悔恨，回味在一起时的快乐，在一起有什么快乐的？你们俩谈了1年，见个3面，啥玩意儿？哪里快乐了？谈了1年，见个3面，找你2次，你找他1次，每次得20个小时的旅程，哪里快乐了？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喜欢乘坐公共交通？哪里快乐了？没看出来任何快乐的。完了，你还希望每天给他有3个小时的电话？我的天！正常一点吧，行不行啊？正常一点吧。啊，喜欢打电话的话，这个现在很多 AI 都是可以，你跟他打24小时 AI 都可以给你打，好不好？你别找人了，没有人能承受每天3个小时的电话的，好不好？别整啊！你要干什么？太疯狂了！啊！你还不理我，真有点疼。
嗯嗯嗯嗯嗯嗯嗯，哎，很难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理解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这个行为逻辑来理解，这到底是哪里值得怀念呢？你们帮我品品，我就品不出来呀，到底怀念的哪个部分呢？是什么呢？怀念什么呢？这？哎呦，哇，哎呦，这一车，哦呦，哦呦，又滑上雪了，又回到了草地，哎呦，变成个记忆，挂在了墙上，哎呦，片中出现的几个人，我身边还都有啊，恰巧，谢谢啊。怀念什么呢？不好理解，真不太好理解呀。谈的少吧，还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刻骨铭心，就是因为见的太少啊。我觉得啊，真觉得有时候就是谈的太少，见的太少。胆结石这么多天，不是早疼死了？不是吧？就有点疼，这地方。这胆在这边吗？这是左边，不对吧？这是左边，胆在左边吗？不对吧？胆不在右边吗？胆在哪边？胆在右边，别判断了，朋友们。这一帮，嗯，一帮网络神医，这是左边。反正不摁不疼，戳着疼。上次还有一个神医说我是指头疼。嗯，可以去看看。现在几号了？我还得去一趟。去看看也行。是啊，这拍片子我可能年前刚拍过，就是这个内脏什么片子都拍过了，没啥事儿。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说的应该是对的，就是这个胃间什么神经炎什么的，没事再问问医生。朋友啊，我左边的这个肋骨有一小片区域，疼了有个7、8天了，
但是前面有段时间好了，我就以为是撞着了，没管它，然后前2天又开始疼。我在这儿直播呢，然后这个一帮那个看直播的朋友说我是什么肋间神经什么还是肋间什么发炎了，这什么东西啊？有点疼哎，就是拿手一摁就疼，或者用劲儿的话拉扯到会疼。啊，平躺的话不摁不疼，你帮我分析分析，感谢。我问的就是医生，我再问问，我多问几个医生。加一个那个流泪的表情，唤起他的同情心，让他好好帮我分析分析。我从毕业开始一直都是一个互联网大厂女工，之前我是一个很卷的人，但是换个岗位之后可能不太适应吧，觉得卷也卷不起来，躺平也躺不动。因为确实是我没有接触过的新领域，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焦虑。但我发现很多事情我都不会，不知道从何做起，太多不会的了。感觉大家都非常厉害，他们在这个行业都工作了10几年了。而且我觉得我有的同事工作都变态了，他甚至会说这2天上火喝了好多水，经常上厕所，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还会问我周末打算干一些什么工作呢？但我真的很不想工作。那天10点下班碰到他，他还说回家了，这么早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挺焦虑，想回避的。不知道蛋总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给点建议吧。感觉身边好多人都为工作焦虑啊。以前的时候呢，虽然工作强度其实也很大，每天可能也要个晚上10点、12点下班，但我还是能周末跟大家玩，所以还挺享受这种满满的感觉，觉得自己能掌握的好。所以呢，现在有什么改变吗？不是，现在不就跟以前一样吗？只是多了一个这个劲儿劲儿的同事，你离他远点不完了吗？我的朋友怎么不理我呀？我也得洗头啊。感谢各位啊，随意购买吧。感恩，确实有点疼。它主要我平时都躺着还不觉得，往那一坐吧，有点疼，就一动一下就疼。蛋总，真的希望你能帮帮我，
我跟我老公结婚6年了，孩子4岁了，这几年全家的吃穿用都是我在出，老公基本不给钱。他婚前买的房借的首付，现在每月的工资一半还房贷，一半还以前他借的首付款，就这样还差10万的首付款，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还完。他工资虽然很低，但是很清闲，每天只上半天班，还月休4天，就这样不出去找兼职，每天闲的在家里带孩子，这就是我苦恼的原因。我养一家3口，我也养不动了，想离婚了。但是呢，他偏偏又对孩子很好，非常的爱带孩子，愿意陪孩子玩，教他读书写字。但凡他对孩子不好，我都不会这样犹豫。但也仅仅是这样，爱带孩子不耽误他很懒，不做家务，不做饭，不洗衣服，都等我下班。就算孩子上学不用带，他就在家，他就是打游戏、看电视。为了孩子，其实我不是没想过，靠他不如靠自己。女人也能养家，给自己洗澡，但我舍不得辞去我的工作，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很稳定。啥意思呀？啥意思呀？舍不得辞去我的工作，那你要离婚了，你这工作不就更不能辞了吗？为什么最后这个判断为什么是说要辞去这个工作呢？离了，你为啥要辞去这个工作？你不是更不应该辞去这个工作吗？离婚，我觉得对不起孩子，毕竟他爸对他真的很好，好吗？嗯，真的好的话，离婚你就让他带呗。嗯，是不是？啊，说我这个可能是胸椎错位了，我的天，这么严重吗？就左边的一片这个肉，肋骨这个肉疼。不行，我等等，那我看看吧，啊，看看，弄个时间去找你一趟。做的太歪了。嗯，大总你好，1月初我和我前男友分手了，那段时间特别崩溃，有时候我也觉得我好傻，但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好了，又引用了一堆我的名人名言，完了又感谢我，非常期待你说的，非常感谢你说的这些话，给低谷期的我带来了积极生活的力量。啊，没了，感谢信就是感谢啊，不念了，念了时候自己夸自己。蛋，快，我已经崩溃了。你们以后能不能就是不要就是每次就崩溃了的时候才想起我来，就稍微有点苗头不对的时候，就能不能就先把我想起来啊？我这一天都 ICU，有点难呐。我也想做门诊，朋友们，强度太大了，全是 ICU 啊。咱能不能就是门诊那种挂个号来找找我啥的？一来就是崩溃了，不行了，走到尽头了。
你早点想起我了，行不行？以后我快28岁，有个处了8年的同龄对象，他今年刚读研毕业，近期在算命看结婚的日子中，我家发现他是二婚命。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二婚命啊！啊？什么？这么独特吗？我真没听说过啊！有人婚前去算命，被算出来有二婚命，请问这个二婚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种说法？这种情况普遍吗？在历史典籍中，算命的术数中有什么记载吗？这什么东西啊？碰上骗子了吧？没听说过啊，假的吧？我给你等等啊，等会儿啊 ，AI 正在整理答案。碰上骗子了吧？没听说过啊，什么东西啊？思考中啊，让他思考一会儿。有这种说法？啊？真有吗？真有吗？结合传统命理学与现代视角分析如下：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的命理中叫婚姻宫受冲克，官杀混杂。哦呦我的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一天。真有，但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说法，他给总结成这样，并且说虽然能破解，但实则破不掉。家人说他以后运都很一般，甚至不好。刚好我们俩人最近也因为结婚吵架，有些积攒的矛盾平时没解决好，爆发了。然后我家人就借此机会让我跟他退婚，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了。他的家人在挽留我，我也很纠结，因为他平时对我呢没毛病，但是哄人和情绪价值方面不是很好，而且我上一段2年的感情也是在父母的算命中结束了。你父母就算你的命了，你父母给了你这条生命，一直算到你走，打算。我家人信这个几十年了，也没什么准不准的，过得也就那样吧。听出来了呀。最近思考几天，回头看自己的父母、对象，我们从上学考研一路走来，互相扶持鼓励。如果因为房车等问题闹崩了，也接受吧。但是因为他命不好，我真是最近我也跟对象聊了一下，他希望我好好再跟父母沟通。现在我的处境是夹在中间，我觉得他们的认知不是我能改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质可能想要的太多了，想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点。可是人生啊，人生哪有那么多的事事如意呢？我不希望他们无法正视自身的人生失败和婚姻不顺，总觉得运气命不好，用这样的价值观来影响我。当下处境为难，意识尚浅，望淡点悟，由衷感谢。你换个大师不就行了吗？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啊，我给你推荐一个法号深度求索，英文名叫 Deep Seek，你拿它算算呗。你跟你爸妈说，你说我又找了个大师，
有点厉害。给我深度求索了一下，好像不对，你这个啊，你们发现他是二婚命，但我这个大师跟我说啊，是下辈子，下辈子我们还会在一起，二次结婚是这么个二婚命，亲爱的爸爸妈妈，理解错了，这一辈子相亲相爱还不够，下辈子我们还会相遇，行不行？你找我也行啊，我给你破破，有啥破不了的呀？大师也是个二把刀啊，这一般这个敢给人算这种的人，都是有破解之法才敢给人乱算。你这算完了说破不了，那你就别算，这样耽误事儿。就是还有6分钟发券儿啊！这位施主，我们这个门派有一句祖传的口诀，我教给你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怎么样？你爸你妈迷恋算命几十年，那个算命都要真的算得准，你跟你这个对象就遇不到彼此，对不对？你爸你妈的命在算命的指导下，一直都是过的一个很好的命，怎么能让你碰上一个谈了8年的有二婚命的对象呢？这都啥呀？你深度求索去吧，你快点。这个命这个东西没事别瞎算啊！哎，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添堵。我的那个医生朋友让我试一下深呼吸的时候疼不疼？疼，笑更疼。如果笑起来的话会更痛。还有4分钟发券。太喜欢笑了。没事别瞎算命啊，朋友们，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没事不要算命。没事别算。还有3分钟发券，感谢大家。我是这么理解，我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小卖部直播讲过一次？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一个恐怖片，叫什么？恐怖钥匙，是不是？看过吗？
我是不是讲过一次？还有2分钟发券。我稍微那个走开一下啊，他让我看看那个皮肤上有没有皮疹。没有啊，这个非常的白皙啊，那就是前2种情况呗。OK， 又救我一命啊！你这1年救我好几回。他说有可能是隐匿的带状疱疹，说如果是隐匿的带状疱疹，这儿会有那个皮疹，让我看一眼，没有。没有的话，他说一般来说，那有可能就是肋间的那个神经痛，或者是软骨的炎症。你们看过那个恐怖钥匙吗？你们要是还打算看这个恐怖片，你接下来就先别听了啊！我这剧透，强烈剧透，就是他们这个恐怖电影核心的恐怖点。这个电影是什么呢？啊，我跟你讲，没有那么恐怖。它最后有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女主角啊，在一栋老房子里，就各种受挫呀什么，就调查之后呢，她就一直不相信这个老房子里是有那个鬼的，就那个电影里啊，她觉得可以通过她的调查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她就被一个巫婆也好，还是什么人也说好，说你还是那个防一下嘛，万一有呢。哎，让他在那个他的门口给自己撒一个法阵，撒上点红土，撒好一个圈儿，那个鬼就进不来了。哎，他撒完之后待在里面，那个鬼说：“你要是一直不听我们的话呢，就说明你一直不相信，你一直不相信我们是无法伤害你的。但是你做了防御的动作，就证明你心里其实信了。既然你信了，我就可以伤害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算命的原因。就这么简单。再说一遍，不说了，挺吓人的。你这一说，人都吓跑了，对吧？但我觉得有点这个逻辑，其实是吧，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是对我挺有帮助的。就这跟人家那个算命的这个算的准不准还不是一回事儿，对吧？不是那个逻辑上说我不算，是因为啊，我觉得它不准，我不相信，还不是，是这个是更深的一种逻辑。你会不会被你的这种行为影响你的动作呢？这个一旦影响开始了，你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是好还是坏了。但我和男朋友谈了3年，今年准备结婚。之前在聊天中无意中提起备孕的时候，要他戒烟戒酒。当时他说他不会戒烟戒酒的，还说如果需要戒烟戒酒，那就不生孩子了。这都敢结婚，这都敢谈婚论嫁，这都要生孩子，咋想的？咋想的？哎呦我的天哪，这，我还以为他是为了怼我。转眼今年结婚和备孕都陆续提上日程了。今天我和他聊天，说起生孩子的事儿，一开始都还很开心，然后我就又提起备孕，让他戒烟戒酒，结果他立马翻脸了，说我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他觉得备孕戒烟戒酒就是伪科学。哦，这个说法我倒是也听过。哦，你男朋友如果是这个症状的话，还不是之前我想的那个症状啊，就不是说那个完全自私不为你考虑，他可能是另一种症状啊，就是对他觉得备孕戒烟戒酒就是伪科学，这个症状是另一种啊，
也说不上哪种比哪种好。我说那么多医生都这么说，很多文献也证明了对胎儿影响。他说他上一次生孩子也没戒烟戒酒。啊？嗯，又变了，症状又变了。是的，他离过婚，还有一个儿子。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个，你还跟我说什么文献不文献的事儿啊？我说那是概率问题，抽烟喝酒是有一定风险，会导致胎儿不好。况且他上一个孩子也其实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别逗我笑话行吗？挺痛的。这对吗？哎呀，我的天！这对吗？他上一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他借口说是因为他妈妈有心脏病，孩子是遗传奶奶的。啊，这个，他，哎，这对吗？啊！但是他儿子从出生查出有先天心脏病以后，就每年都要去医院做检查，做剧烈运动也会心脏不舒服，还要去复查。前年还做了一场大手术，从出生到做手术为孩子先心病花很多钱，孩子还受很多罪。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应该深知一个先天身体不健康的孩子对家庭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结果在我提备孕要求的时候，他居然一直在狡辩，甚至情绪反应非常大，直接出去抽了1个小时的烟。我不能再笑了，我也缓缓吧，我抽根牛肉干缓缓吧。啊？我就非常不理解，既然都有前车之鉴了，为什么他还是不明白要科学备孕？难道他就是那种只顾自己爽，并不 care 孩子有何影响的人吗？啊？之前相处就感觉他有点自私，真遇到这事儿，他还是会为我考虑的吧？结果这件事让我对他有个新的看法，我觉得他如果坚持备孕，不戒烟不戒酒，我就跟他分开。想问问蛋，我的想法正确吗？还是需要想办法跟他再商量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呢？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分手了事呢？我觉得你还不够粗暴，好吧？我觉得你就应该他出去抽1个小时烟的时候，回来发现就是人去楼空，才简单粗暴啊！1个小时搬家也够用了。你寻思啥呢？还不够简单，还是有点细腻啊！你现在，你干啥呢？真精彩！暗恋已婚男，失恋焦虑，3天战胜了焦虑。已婚男是同事。哎呦，妹子，你看你每次来的不是时候，我刚剃完，我真剃了，我今天。
由于工作关系跟他越走越近，他开始说一些暧昧不清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了。开始就是虚荣吧，太久没有男朋友，感觉到了自己的魅力还在，偶尔也给他回两句。对，慢慢的感觉才沦陷了。他属于是那种边暧昧边晒幸福，其中什么自己的好、另一半的好和不好、我的好都没少说。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哥们儿倒是雨露均沾呐，自己的好、另一半的好和不好、我的好都没少说，总还拿起来比较。最近他休息少了，联系变少了一些，之前几乎是一天24小时在给我发消息，我就患得患失了，但是强忍住了没有联系。突然有一天他联系了，我还挺开心，聊到说他老婆怀孕了，当时的感觉是天都塌了，因为他也没少说他想离婚和想娶我的话，虽然都是打岔，但我真的也听进去了，我真愚蠢呐，我有个些不该有的幻想。听说他要生孩子了，我吃不下睡不着，身体抖手抖，开始自我怀疑。哎呀我的妈！哎呀，我还想马上找个人代替这段感情。哎呀，第二天头皮发麻腹泻，第3天身体开始自救，和心理医生聊天散步，身体还是在哆嗦，但是可以吃东西了。第4天睡了很多，吃饭正常，除了头皮发麻彻底好了，还加上了一个巨帅的相亲对象啊！我觉得跟别的都没关系，主要是这个巨帅的相亲对象被拒绝了，但是很开心，我还是喜欢帅哥，我太正常了。也感谢自己最终守住了道德底线。我们小卖部虽然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指摘，咱们就讲讲逻辑啊。这道德底线是你守住的吗？啊，这道德底线好像不是你守住的吧？第一天的时候甚至想过什么也不要，就主动和他有肉体接触，从而搅乱他的家庭。之前他暗示我都拒绝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他对我冷淡了很多。投稿也是自救的一部分，客观复盘了一下自己的问题和道德的沦丧，就别老想道德的事了，想想逻辑的事了。也和其他有一样困扰的人说一声要自爱。已婚的人开始暧昧就应该扇自己巴掌，别把自己推向这个火坑，差点抑郁。现在还得一起工作，看他有种很痛苦的感觉，自己也时不时想扇自己2个大嘴巴子。你接着相亲去吧啊！接着相亲去吧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感谢大家，欢迎。